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了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的一个区别，对不对？还特别讲到说，神的国看起来是隐藏的，看起来是很小的，但是呢，它在不断的发展，因为后面会渐渐的完全。那耶稣接下来就继续讲神的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多少人可以进去呢？怎么样才能进去呢？这样的一个国，它有一个怎样的筛选的机制这个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知道说，不仅神的国它很重要，我们都想进到神的国当中，成为主的门徒。可是同时，耶稣也教导我们，神的国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进去的。所以我们来看3点。那接下来，耶稣就教导：第一个，神的国通往神国的路是一条窄路；第二个，只有悔改才能进神的国；第三个，在神的国的路上是不进则退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一开始怎么进，那还有就是接下来进去之后呢，那你要怎么样呢来走这条路所以耶稣很全面的在说他就说这个有人就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其实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对于得救的人的得救的这种认识跟我们现在是不大一样的。他们认为只要我是犹太人，我的祖先是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圣约当中的子民，我就是得救的除非就是我触犯了律法除非我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呢我被从这个律法当中呢剪除，或者是从这个群体当中被踢出去了，那我就不得救了。所以他们的默认设置是他们都是生下来就得救的，然后呢这是默认的然后呢，那如果你没有做好，你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那有可能呢就被踢出去就不得救了。这个是他们的默认设置。而我们现在默认设置可不一样我们的默认设置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可以说都是不得救的，对不对？除非怎么样？除非我们信耶稣才能得救。所以这个跟犹太人的对得救的理解是相反的。那他就问呢，得救的人少吗？因为之前耶稣在整个第13章都在讲神的国，讲悔改，讲这些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在这里，耶稣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说：“这个神的国他用个很形象的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国进去这是一个窄门，这是一条窄路。然后他还说，后面有很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根据耶稣这个回答，你觉得，这个问问题的人他是不是有答案了？那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多吗？到底是进入这个神的国的人多还是少？你看耶稣的回答，你就知道了，是少的，对不对？他说这个门是窄门。有一次我去这个香港的道风山道风山上有一条路很有意思那边我也是瞎逛突然发现有一条路，那条路很窄，远远的看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条路这么窄，我就在那个路上走，然后就看到了前面有一个门，上面写着生命门，它上面写2句话，他说：宽路行人多，并无争乐；窄门追求少，内有永生。然后呢就是搞了这个窄门生命门，然后走进去之后呢，你回过头来再看，上面写上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给万民听。它就是表明说，你进入这个窄门以后你成为基督徒了，你还有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其实当我在那个地方走的时候，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我估计那个门我都进不去了变胖了那个门非常窄真的是很窄，我要侧着身才能进去那他其实就在让这个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要去思考，就是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这真的是神的恩典，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找到的。因为这条路很窄，这个门很窄，这个路很小，不是靠我们人能够找到这条路的，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神带我们走进这条路当中，神替我们开了这条路，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找不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同样的就是耶稣的这段论述
他就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就讲，你想要进入神国的门，这个是很难的，很艰难的，找到的人是少的。可是你想通往灭亡，那个门是宽的。可是你知道，当人多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一群人多的时候，这个叫主流这个叫主流。而人们容易跟随主流，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主流的文化是什么那我们看这个世界所赞同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上周还特别讲到神国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你发现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赞同那些世俗的价值观的，所以就会让基督徒觉得很困惑，我们是一小群人我们是非主流的，我们不是在这个主流的社会当中能够让大部分人跟随，能够相信的。可是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样的，这就对了。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而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而耶稣也特别讲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就是神其实你说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没有人不知道基督教，尤其在这个现在媒体网络那么发达，你随便找个人问，你说你知不知道基督教，知不知道教会？可能就你在美国这个处境里面，可能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 church， 没有人说可能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可能听过福音，或多或少可能也看过一些什么福音电影一些信息或者是肯定是接触过的。所以这些人接触到福音的人，这些你可以说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如果你看原文也是说了，被招的人很多都是被邀请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被呼召、被邀请，说你要来这个进入这条窄门。可是呢，真正选上的人是少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们其实对基督教并不陌生。甚至你可以说，基督教的文化可以在西方可能是一个主流文化，你可以这样说。可是真正的走这条窄路的人多吗？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也要好好的反思，我们是不是走在这条窄路上？这个很关键，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处理的是他百姓的问题，对不对等一会儿我们会来看很有意思的这个怎么来进神的国。所以首先第一点，耶稣就告诉我们，神国的这个门是窄的，找到的人少那接下来就说了，那怎么办呢？怎么进这个门呢？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条件呢？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说那个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给我们开门。他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看他们也称呼这个家主是主对吧？主。当然这个家主在这个比喻里面当然就指向神了。可是神却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他们说，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然后这个主呢，当然就是耶稣他再一次的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怎么样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才可以进这个窄门？你说跟上帝的儿子吃过饭，这个算不算？我跟他关系很好，我跟他吃过饭我也听过耶稣的教导，我听了他的教训，这个算不算？你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那一段经文里面，后面我会给大家看不仅跟耶稣吃过饭听过他的教训，甚至那些人还跟随耶稣，他们跟随到一个地步，他们还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可是结果呢，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那这个不认识你们，主有说原因，为什么叫不认识你们？因为他最后说什么？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你看其实关键不是说你有没有跟主吃过饭，
或者是听过耶稣的教导，或者你在这里听到，这些都不能决定你进入这个窄门。那个没有，那耶稣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因为他们作恶，你看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还仍然的在罪中，这才是根本的原因。他们听了主的教导不悔改有用吗？没有用。他们跟主一起吃喝过有用吗？没有用。他甚至去传福音去赶鬼，去行很多的异能，可是他们本身没有悔改，这有用吗？对他们来说没有用。所以那个根本呢是要悔改。这就让我想到了这天路历程里面的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看过天路历程，没看过的赶快去看非常经典的一个历程。就是说这个主人公是一位基督徒他那时候还背着重担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被引到这个窄门，那个就窄门，你看那个围墙围起来，就表明那个是神的国，在神的国当中要进来呢，只能透过这个门，其他没有地方可以进来。他准备进来的时候你看那个魔鬼拿剑要射他就不希望有人进入这个窄门当然后来那个开门的人就保护了他，让他进来。他进来以后呢，后面他遇到主了，很感恩，他就继续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后面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走啊，突然碰到两个老兄。他说这个基督徒就问他说，哎，你们两个我怎么这一路从来没见过你呢？然后他俩说，我是翻墙进来的，我走的捷径。然后这个基督徒说，还可以这样进入神的国呀，还可以翻墙进来呀，他没有走窄门所以你知道我们信耶稣其实有捷径的。那待会我给大家讲怎么走捷径然后呢，这两个人呢，一个人呢叫形式主义，一个人呢叫假冒为善这两个人翻墙进来了，就跟这个基督徒呢就一路走这条天路。可是呢，走着，他们就走不下去了，后面遇到了很多的这个艰难他们就退缩，结果呢就揭露出了他们的这个本相。那最后当然这个基督徒一路又往前走。那这里的区别在什么呢？就是你说从这个窄门进来和翻墙进来有什么区别？当这个基督徒进入窄门之后，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他进来之后，他看到的就是十字架，然后他就走上了这个哥哥塔，在十字架的面前认罪悔改。而当他悔改的那一刻，他身上的重担就脱落了然后他就开始继续的走这条天路。而那些没有进过窄门的翻墙进来的他们就是没有遇见主的十字架，他们没有在十字架面前对付他们的罪，这个就是区别。所以当耶稣说要进窄门的时候，其实你要联想到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那个门，那个窄门其实就是我，你必须透过我才能进来，你透过我才能进入神的国。而透过我是什么？透过什么呢？透过我的十字架，透过在十字架面前的认罪和悔改。所以那两个翻墙进来的，他们可以走捷径就像我上周讲到的，很多人他可以信基督教，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可以去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可以去做很多慈善的事情，我可以每周聚会甚至我可以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我这个奉献，我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好像也走在神国的这条道路上。可是他从来没有从窄门进来过，他从来没有遇到十字架，在他的生命当中，十字架从来没有对付过他，所以他不可能走下去。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退缩所以他提到这里面一个假冒为善，一个形式主义非常的形象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样了，就是他里面的罪没有对付，可是外面却装的他跟基督徒长得都一样的，他们都是同路人。那些形式主义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或道德主义，他们更标榜的是什么？自己的道德，标榜自己的自己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好人，你看你不要说我是坏人我是好人别人都很夸我，这个世界的主流都是这样的都是夸奖你你很棒，你很厉害。可是到了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却要彻底粉碎你，粉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是通往窄门唯一的道路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刚才我讲了这一句也是同样的这个平行的经文。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强调，他所看重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并不是我们多么光鲜亮丽，并不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评价，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在十字架面前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高举十字架，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主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这个非常重要。十字架的记号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而这个记号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是一个常常流泪悔改的人，常常忧伤痛悔的人所以这是进入神的国的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呢，其实你会发现包括那个天路历程里面的基督徒一样，他不是自己找到这个窄门的，他是被引入的，他是被别人带进来的。我们也靠自己没有办法走入这条窄门我们靠自己也没有办法来认罪悔改，而且一提到认罪的时候，一提到这些的时候，会刺痛你的心，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让你觉得你不想面对这个罪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圣灵自己亲自的工作来责备我们的心，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悔改。所以我们能够进窄门，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往里面继续的前行那这都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为罪忧伤，没有为我们的生命这么多年不成长而去担忧，没有好好的来认罪悔改，那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在走一条捷径？当别人对我们的夸赞，对我们夸奖觉得我们这个弟兄很爱主你很爱，有热心有服侍，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高兴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那些很可能是仇敌射来的火箭。可是当主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得罪神的地方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舒服，很不喜欢，可是我们知道那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所以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们默认他们是得救的，可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内心，他们心里面早就没有远离神了，早就没有好好悔改了然后他们还以为他们得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努力的进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会得救吗？有一天我告诉你，你见到主的时候，主会对你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根本都不认识你们这也就回到我们之前讲到这个认识，对吧？我们什么叫认识神？认识神绝对不是头脑当中的认识神就像我们刚刚看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我领受了你的教训，我听你教训你在街上教训人的时候，我都在听我的头脑当中有很多知识这些是认识神吗？如果你的知识没有让你的生命改变，没有让你的生命悔改，那这个知识与你是没有益处的甚至你说我跟主都吃过饭，我跟他有这样的这个关系好像是我这个有服侍也好，做很多事情也好可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跟神连结，没有在基督里，那你在外面做的再多也没有用所以我们有一个不仅是对弟兄姐妹对服侍的同工，也是对这些全职服侍的这些牧者牧师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外表，不要只看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呢，你有能力，你很聪明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很聪明，是吧？你都能够把它做好。可是内在的东西却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更多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在神里面是正直的是良善的那么我们外面做的事情哪怕可能有些时候会犯错，或者做的不完美，那些都没有问题我们怕就怕在我们外面做的很完美，很光鲜亮丽大家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可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跟主都是很远离的，甚至我们跟主感觉都离他很遥远那样的服事不会建立我们，反而会摧毁我们。所以耶稣来他警告我们，其实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窄门当中。然后他接下来就说，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
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将来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啊，他很直接的啊，因为你想这个是这些他面对这些犹太人问他得救的人多吗？结果他说你们要看着亚伯拉罕以撒，那是他们的祖先嘛，对吧？他们就认为说，那我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他们在神的国当中，我当然也在了，我是他们的后裔。可是耶稣却说，你们会被赶到外面，这个很有针对性的。他们当时听了肯定不舒服的。不仅是你们被赶走了，他还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就指不仅是犹太人，从各个地方的人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人，外邦人都会在神的国里坐席，你们都不在。哇，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警醒对吧？神就是让他们反思，为什么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凭什么可以进入神的国？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为什么不被赶到外面去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标准是你有没有认罪悔改，不是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个都不重要，不是你的阶层，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身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样你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当中来坐席。然后呢，他最后又讲了一句很重要他说有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耶稣经常对他的门徒这样说，就是警告我们说，其实在神的国的这个路上，你已经进来了，你发现你从窄门进来以后呢，这个路呢也是窄路，也不容易走所以我们跟随主进门很难，继续走了更难，所以这个成圣的路是很难，靠自己也很难走下去的除非有圣灵的帮助在后在前，在前在后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提醒我们以为我们进来了，我们可以这个靠自己的能力往前走了，你会发现呢，你越走就越艰难，越走就越走不动了除非我们倚靠神。你看在这个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提醒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他对这些弟兄姐妹就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面面的所灭。这个是指那个以前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情都要作为见解并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人。所以你看耶稣讲了那些话讲你们要进窄门到时候我不认识你们怎么样，其实他讲这些话是为了警戒我们。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对教会说这些话不是说你们都完蛋了，好像保罗巴不得他们都下地狱一样，当然不是，保罗是要警戒我们。然后他说什么？因为你自以为站得稳的，你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看到很多的牧者，很多有名的这个牧人、牧师或者学者，他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稀奇。当我们每一个人自以为我们站得稳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要准备跌倒的开端了。就是这样，当你觉得哇你还不错，你自我感觉良好我在神面前我站得住，我站得稳，我信主信得很好信主几十年了，我什么都懂了，我信得很好，我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那个就是你跌倒的开始所以如果连保罗这样的人他都要常常的警惕警醒自己，反省自己跟主的关系，更何况我们。他甚至说什么呢？他甚至说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却失落了，对不对？他都要警惕。所以这个保罗是警惕是在这个警戒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窄门的，已经重生得救的，已经在神国当中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就站立得稳，我们靠自己绝对站不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每一天都要来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呢？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长时间对我们的罪不敏感，长时间觉得我们是做得很好的，我们不用反省自己，我们都在世界上很成功，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在教会也是成功人士，成功的基督徒，什么都成功当我们自以为我们站得稳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免得跌倒。而这样的一种态度会使一个基督徒常常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是站不住的。所以在神国当中你首先要
这个常常的警醒说这是条这个窄路啊。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图片哈，如果你有机会你也去走一走哈，那个路是很窄的，你不小心就掉旁边去了啊，那个路很长，所以你要时常的警醒，在那个窄路上，其实你是会很警醒的，因为你知道你稍不留神你就掉下去了，是不是嘛？那如果你走在很宽的路上，你就放松警惕了嘛，你觉得我这个路走得很舒服，你不会去想我会跌倒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我们是走在这条窄路上的。而同时呢，圣经也强调我们要不进则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努力了。你进入这个窄门，你在这个门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是靠神的恩典，可是同时人的责任是什么？人要好好警惕自己，好好的努力啊。那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这样鼓励我们了啊。他首先说什么呢？他说在腓立比书第3章，他说我以前认为跟我有益的，对我好的啊，那是他以前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那也是大部分的主流的世界的价值观，认为这些都是好的。可是现在呢，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哇，这个很不容易的。他说是万事 everything 所有的。你如果在找工作，在买房子，在带孩子啊，在你的事业上有很多的规划成就啊，这些想法，你想一想，当保罗说 everything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有损的。有些时候我们读经文就读过去了，我们没有去想，没有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一旦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发现哇，这个耶稣没办法信了，跟不动了。我只认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在神的国当中，这个窄门里面哈，我们没有这个既要也要，没有说我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没那回事儿。这个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那些心怀二意的人，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又想一手抓世界，又想一手抓神的国，啊，甚至想翻墙进来，是吧？走捷径，不可能，啊，所以保罗就对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活着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你知道这个不是对一个不信的人说的。你说，哎，我得着，我信主了吗？我不是没信，我不是没信。可是你发现，在保罗在讲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时候，他不是说从不信到信你就得着了，不是的，他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奔跑，不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这个标杆就是基督啊。我们向着他直跑，为了要得到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让我得着的。所以我们信主啊，认识了基督，进了窄门，那个只是一个开始。希伯来书说，你要离开那个开端，离开那个得救的开端，你要竭力的追求进入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基督徒进入了窄门，进入了神的国当中呢，如果我们贪恋世界，我们又回首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说这叫不进则退。那个天路历程，你看他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不容易。在这个当中，可能他最舒服的一段路，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就是在这个浮华市集当中，他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一个小城市里边要什么有什么，他走的路很辛苦，终于来到这里可以休息了，所以他就在那里休息。他发现他所有的欲望、所有的需要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他过得很舒服，以至于他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当中就说，哎呀，你就留下，我们就在这里住，挺好的，很舒服不要再往前走了，你这么辛苦走到这里接下来的路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可能更辛苦，是未知的道路，不知道，不要往前走，在这里很舒服。我就想到说，这个我就特别感同身受，很多人来到美国，哎呀，终于来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太舒服了，哪也不想去了，这就是我的家了。看到其他的国家，看到其他地方，那都是各种各样危险，各种各样，反正就是都不好，跟美国没办法比。现实当中当然是这样，那个孵化集市也是的，那个孵化集市在这个当中就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就哪也别去了。可是后来
有人提醒，这个基督徒也在里面流连忘返。时间一长，有人提醒他说，这不是你的目的地，你还没有到目的地，你只走了一半，你别忘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不要忘了后面的人，他们走过来，有些人已经超过你，走到前面去了。可是你还停留在这里，你还在这里享受，那不是你的终点。所以后来这个基督徒突然意识过来说，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走了。那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要放弃很多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有些时候神呢呼召一些人要呼召就比如说我吧如果神呼召我说有一天你要去到哪里去宣教传福音，回到中国或者去到哪里，有时候我在想假如说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神的呼召，我在想拦住我去履行神给我的这个托付，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就是美国的生活，就是美国这个环境，因为这里没有逼迫嘛，这里你讲什么好像也不会对你的这个人生有什么危险。这样一种舒适的生活，就慢慢的让我们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本来是要上前线打仗的人你要知道这些兵不打仗天天在后面待着，舒舒服服的，他就没有这个韧性了，他也没有这个斗志了。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一个计谋。那个浮华市集设在这个半路上，有多少的人就停在那里，后面就死在那里，没有继续走下去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就在想如果神有这样的呼召，那真的就是求神来怜悯，帮助我能够克服，让我想这世界并非我的家不管去到哪里，这个世界都不是我们的家，这不是我们的，我们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你买再大的房子，你买再多的房子，你要记住，那些都是浮云，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有一天呢，我们来到神面前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地。所以保罗很聪明，他说我其实也是要得奖赏，你们努力工作赚钱买大房子，去旅游去赚，那你们也是得到一些奖赏，自己犒劳自己嘛，对吧？得到这些赏赐，在美国也是一样，对不对？有这样好的生活这个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保罗说，我其实也要得到奖赏，只不过我要得到的奖赏呢，是在主里的奖赏。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哪？在天上。所以你不要说基督徒是傻的说好像我们不积攒财宝，我们也积攒财宝，我们也想得到赏赐，我们也想成功。可是这个成功，这个赏赐，这个财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是在哪里？是在天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仆人，聪明的管家，知道怎么管理神给我们的一切让就像保罗一样，对吧？他向着标杆直跑，在世人的眼中来看，他很傻，他抛弃了这一切。就像那个基督徒，那些浮华世纪的人看到他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傻？这里过得这么好，可以安度晚年，为什么你要继续走？可是对于基督徒，他知道他的目的地，他知道他的荣耀是远超过这些。他知道保罗知道，他如果按照他以前的这个生活轨迹，他可以过得很舒服，他是人上人。可是那个与他在永恒当中所得到的赏赐、所得到的冠冕、所得到的荣耀相比，算得了什么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们见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跟他的差距是不是？那肯定是有差距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跟他有差距呢？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我跟他有差距？就是因为他看万事为粪土，他丢弃这一切，他只要得到基督。而如果我们都是像保罗这样的人，我们都愿意看这个世界为粪土，看基督为至宝，专心一心一意的来侍奉基督，追随基督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像保罗一样的奖赏。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羡慕的是什么呢？天上的赏赐，是不是？神国的路上不进则退你不要想我只要信主了，拿到天堂门票了，好了，我任务完成了，我以后在天上我也不想要那么多赏赐你不要给我讲那些虚的，我看不见，我就想得救就好了我是比不上保罗，我也不需要，我就后面做一个普普通通人就行了
那这个态度本身就不对啊。所以如果你是跟随主的，你就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好好的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是不容易的啊。当然我这里是讲赏赐啊，并不是涉及到个人得救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期待我们好好的成圣，努力的追求，对不对吧？他是期待我们每个人都长大啊，成人，不要只是做吃奶的婴孩，是不是啊？他希望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得到基督。因为当你真的得到基督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一开始的态度说，我其实还想很贪恋世界，我觉得世界很有吸引力嘛，世界这个很好嘛。可是当你真的得到基督，你才发现，我真傻，那些世界那些东西跟基督相比，真的不能算什么，我亏大了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真的是至宝，看到基督真的是宝贝。那么你再来追求基督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动力了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觉得美善。而那个时候你在放弃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你不痛苦，你也不会觉得我为主放下了很多我放弃这，你不会，你会觉得你不配，你会觉得你感恩，感谢神他继续的使用我们，呼召我们往前走以至于有一天我们渡过那个生命河进入到这个当年的这个基督徒天路历程里面，他进入到真正的西安的时候他看到了主的荣耀，他看到了天上的敬拜。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这一路走来他又回想到他原来在那个最终的生活，他一路走来，他觉得这一切都值了，他觉得这个是他能够走到最后是神的恩典。我也期待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这几十年我们有生命有交集，对吧？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一起感谢主所以最后总结，神的国是窄路，永生的门是窄门，记住了不容易的。那我们既然已经进来了，那就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感恩，另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是吧？刚才那个门你记住，你进去之后回头一看，上面写什么？传福音，是吧？要使万民做门徒你不要你只是自己进来了，别人就不管了，是吧？你还是要去宣扬这条窄门，这个窄路。第二个，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进入神的国的一个条件。第三个就是窄门只是起点，你还要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只停留在窄门那里睡着了要继续往前走然后呢不断的成圣，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不亏欠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也拯救我们进入到这条窄路上，进入到主你的国度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进来是完全凭你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那同时我们现在进来了以后，你继续的呼召我们前行，继续的呼召我们跟随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有从这个世界来的试探和诱惑，有很多我们放不下的东西，也同时有从魔鬼来的试探和诱惑，让我们不管是被罪捆绑也好，还是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来吸引也好，就拉慢了让我们走这个神国的路，我们就越走越慢。主要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让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可以走完这条天路历程。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以你为核心以你为至宝，来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忘记我们的方向，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寄居的，是客旅。有一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要得着奖赏、得着赏赐的心。我们愿意得到你从天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愿意有一天听到你对我们说，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和你面对面的时候，你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入神的国，来享受神国的宴席。主啊，我们要的就是你给我们的赏赐。感谢主，愿你祝福我们，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像保罗这样说，那当信的道我们守住了，美好的仗我们打胜了那将来必然有这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条路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可以打这样一个得胜的仗。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